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25号晚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框架内的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核遏制国家政策基础的更新。普京表示，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快速变化，俄方应该关注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出现对俄罗斯及其盟友造成军事威胁和风险的新源头。普京还表示，在更新版俄罗斯核学说中，俄方已经增加了将对其采取核威慑措施的国家和军事同盟的类别。在有核国家的参与或者支持下，无核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侵略将被视为这两者的联合攻击。在俄方获取有关开始对俄进行空天攻击的确切信息后，俄方将以核武器进行回应。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在安理会24号召开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相关言论遭到俄方代表的怒对。此外，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期间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就在俄乌冲突即将迈入第3个关键的秋冬季节之际，双方能否坐下来和谈，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关键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6天的访美行程。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泽连斯基24号又出现在了安理会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外界注意到，在这场会议上，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共处一室。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俄乌冲突不会自行消失，也无法通过对话平息，必须采取行动。Every destroyed Ukrainian city, every burned village, and there are already hundreds and hundreds sources as proof that Russia is committing an international crime. 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会前，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他计划向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呈递他的胜利计划。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向公众透露该计划的细节。聂边贾则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表示，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是再次伸手乞讨，试图说服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世界推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计划，泽连斯基将于此次访美期间会见美国2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但迄今为止，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仍未谈妥。有俄方舆论认为，泽连斯基与美国2党总统候选人会面的重点是讨价还价。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除了索要资金和军备，更重要的是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基辅。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此次访美向世界表明，他仍然能够进入白宫，美国还支持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却表示，泽连斯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因为他每次来美国都能带走600亿美元。特朗普一直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视为浪费金钱。I think Zelensky's the greatest salesman in history. Every time he comes into the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Billion! He wants them to win this election so badly. If I win this election, the first thing I'm going to do is call up Zelensky and call up President Putin, and I'm going to say, you gotta make a deal. This is crazy. 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过去1天，俄军在多处战线向前突进，同时抵御了乌方的多次反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奥斯特罗耶、格里戈罗夫卡2处居民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88次战斗，俄军利用其空中优势，不断向乌方阵地发起进攻。乌军坚守防御阵地，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俄军突破。眼下，俄乌双方的交火未见缓和迹象，而美国则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支持。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于当地时间26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消息说，拜登政府一直在与国会进行紧急讨论，以允许国会在9月30号联邦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动用5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据统计，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加上最新一批的军援，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援乌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步提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前夕表示，乌克兰的局势表明，美国的干涉只会令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恶化。将于明年1月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大发表公开讲话。拜登呼吁中东和乌克兰实现和平，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此外，他还妄议台海、南海议题。外界评论，拜登的这场演讲更像是对他执政生涯中种种的混乱和冲突进行告别。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到3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长约24分钟的演讲。As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o it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e stand ready to cooperate on urgent challenges for the good of our people and the people everywhere.We recently resum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o stop the flow of deadly synthetic narcotics. 随后，拜登话锋一转，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妄言台海、南海等议题。21号在美举行的4边机制峰会，白宫称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但拜登在闭门会议讲话时，却在未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妄称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考验美国。而在此次联大讲话的末尾，拜登依然此地无银300两地强调，相关言论不针对任何国家。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ese partnerships are not against any nation.有评论认为，将满82岁的拜登还有不到4个月就要离任，但他的这次告别演说仍在借民主之名，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的政治遗产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也都很清楚地知道，拜登执政这4年，美国的外交的确是差强人意的，不仅仅在于外部的纷争乃至于冲突增多了，而且呢，美国国内的问题的积弊也变深了。但是呢，作为总统，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交和内政2个层面给人留下一种更正面积极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次演讲还涵盖中东、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但对如何结束这2场冲突闭口不谈。拜登表示，他的政府仍致力于避免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关于俄乌局势，拜登警告说，世界必须做出选择。观察指，拜登实际上将矛头暗暗指向其共和党劲敌特朗普，后者曾承诺，如果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将在上任后立即结束俄乌冲突。President Biden giving his big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world that he left in chaos and conflict. Joe Biden shuffling his way out the stage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o give a speech in which he actually boasted about his pitiful foreign policy track record. 事实上，今年6月，首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在瑞士波尔根施托克举行，乌克兰和西方主要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会。然而，2天的峰会结束后，13个国家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字，其中包括参会的5个金砖国家以及印尼、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凸显全球南方国家对美西方设定的俄乌冲突议程并不买账。此外，延宕近1年的巴以冲突也导致美国国际形象持续走向负面。在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加剧的同时，冲突所引发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红海危机、黎以局势持续紧张。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边摆出努力阻止中东局势升级的姿态，一边偏袒以色列，并继续推动对以军援，凸显其虚伪面目。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统计，自1945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至2023年年底，美国在安理会总共否决的89项决议草案中，有45项涉及以色列，其中有33项涉及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或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美国在外交事务处理中这样的一种话语非常的美好，但是行动呢又非常丑陋的这样的一种言行不一的这样的一种惯有的做法的确是令国际社会所诟病的。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联大的主题为求同存异，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每个人的人类尊严。共有193个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参加，其中大部分属于全球南方国家。从2大主题来看，和平、可持续发展仍是本届联大的关键词，反映出联大对当前全球面临挑战的关切。